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小萌讲故事《嫦娥下凡记》大结局。各位看官，上回咱们说到，宗子美这小子在叮当那丫头的指点下，总算跟那失散多年的嫦娥重逢了。可这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，嫦娥就跟他说，她是那月宫里头的仙子，在人间的日子到了头，得回天庭了。宗子美一听，当场就要上吊，那份痴情可把嫦娥给感动了。紧接着，那叮当的底儿也被揭开了，原来是知西山里头的小狐狸精。他打一开始就对宗子美有了情意，这才设下那么多弯弯绕绕。咱们上回书就说到这儿，嫦娥罚叮当为那月宫里的11姑秀嫁妆，给他个赎罪的机会。从这天起，他们3个人啊就开始在一块儿过日子了。第7章福满祸生。自从叮当搬进宗家，这个家就变得热闹多了。这丫头是个鬼灵精，嘴也甜，3天2头的就把宗子美逗的是前仰后合，笑得找不着北。嫦娥呢，面上瞧着总是板着个脸，训这训那的，可心里头啊也挺稀罕这个活泼的小妹妹。这天，叮当拿着针线，跟那献宝似的，跑过来给她看新绣的荷花。嫦娥点了点头，绣得不赖，不过这花的叶子还能再细致些。叮当乖巧地说，我回去再琢磨琢磨。转身冲着宗子美眨了眨眼，那眼神儿是又俏皮又狡黠。宗哥哥，你瞧我像不像观音老爷子身边的龙女？他说着，把那头发一散开，双手一合十，做出个庄严的样儿。可他那张灵动的小脸，怎么瞧都不像那小龙女，反倒像个调皮捣蛋的小狐狸。宗子美看的是乐得不行，你这哪儿像龙女，分明是个小妖精。叮当故意撅起嘴，那样甭提多俏皮了，不许你叫我小妖精。宗子美赶紧陪着笑脸说，好好好，不叫了不叫了。慢慢的，连家里头的那些丫鬟们也跟着学样了，大伙儿没事儿就聚在一块儿，嘻嘻哈哈的玩闹。有这么一天，几个丫鬟围在一块儿，其中俩扶着一个，说是学那杨贵妃醉酒。一个丫鬟说道，来来来，小翠，你今儿个就当那杨贵妃娘娘。那叫小翠的丫鬟也没推辞，扭扭捏捏的扮着醉态。旁边那俩丫鬟扶着她，都笑的是前仰后合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可是笑着笑着，那2个丫鬟忽然对视了一眼，那眼神是又调皮又古怪，同时松开了手。小翠正扮着醉态呢，冷不防的就没了人扶，一下子就摔了下去。只听扑通一声，脑袋重重的磕在石阶上，当场就没了动静，跟那被捏了脖子的鸡似的，一动不动了。这下子可捅了那马蜂窝了，众人都吓傻了，一个劲儿的尖叫。宗子美听见动静，赶紧跑过来，一瞧小翠躺在那儿，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。有人扯着嗓子喊道，快去快去禀告夫人。嫦娥听见动静，急匆匆的赶来，偏巧这时候那小翠的爹听说女儿出了事儿，也跑来了。这人啊，平时就不是个善茬，一瞧见女儿死了，那泼皮无赖的劲儿就上来了。他抱着女儿的身子，哭天抢地的大声嚷嚷，杀人偿命！我女儿好好的，怎么就死在你们宗家了？你们的给我赔条命来！宗子美吓得是六神无主，就跟那没了魂似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嫦娥这会儿倒是镇定得很，她走上前去，那语气是不疾不徐，你甭胡闹，你闺女说不定还能救活呢。那人一听更来劲了，扯着嗓子嚷道，都没气了，还怎么救活？嫦娥说的是轻描淡写，是死是活，试试就知道了。说着蹲下身子，把手轻轻地放在了小翠的额头上。说也奇怪，小翠忽然咳的一声，睁开了那双眼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小翠迷迷糊糊地坐起来，摸了摸脑袋，这脑袋怎么这么疼啊？大伙儿都给惊呆了，跟那木头桩子似的，一个个的说不出话来。那小翠的爹更是吓得跟那给人施了定身法似的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嫦娥站起身，平静地瞧着他，瞧瞧
你闺女不是活过来了吗？按理说，你闺女在我们家胡闹，你这个当爹的得给我赔罪才对。那人是结结巴巴，半天也憋不出一个字来。嫦娥那语气是不容置疑，既然你闺女没事儿，就赶紧带她回家吧。那人是灰溜溜的，带着女儿跟那打了败仗似的跑了。等他们一走，嫦娥就把家里所有的丫鬟都叫来，狠狠地训了一顿，然后又把叮当叫到跟前，那脸上是板着的，你这丫头往后也别带头瞎胡闹了。叮当吓得是连连点头，那头跟那拨浪鼓似的，我知道了，嫦娥姐姐。最后嫦娥转过头，你瞧见了吧，咱们平时太闹腾了，这下可好，差点出了事儿。往后啊，大家都得收敛点儿，别再这么胡闹了。宗子美想起刚才那一幕，吓得是一身冷汗，可不是吗？都是我平时太纵着他们了。打从那以后，宗家上下虽然还是热热闹闹的，可大伙儿都知道了分寸，该玩的时候玩，该收心的时候也知道收心，再不敢像从前那样没个轻重了。又过了1年，嫦娥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说也奇怪，这小子是从他左边肋骨下头给化开生出来的，一点血都没流，一点疼都没喊。又过了1年，又生了个闺女，这回是从右边肋骨下头给化开生出来的。儿子长得跟那宗子美是个模子刻出来的，闺女长得跟嫦娥也是一个样儿，都是聪明伶俐，人见人爱。宗子美抱着儿子，娘子，这小子将来准有大出息。嫦娥抱着闺女，那样甭提多满足了。是啊，咱们这个家这下可算是完整了。叮当在一旁瞧着，那眼睛里头满是羡慕的光芒。嫦娥姐姐，你们俩可真幸福。嫦娥拉着她的手，那语气是又温柔又亲近。傻丫头，你也是咱们的家人啊。叮当一听，那眼泪就跟那断了线的珠子似的，直往下掉。嫦娥姐姐，一家人，甭说那2家话。有时候那邻居们瞧见他们一家人，都羡慕的跟什么似的。你瞧那宗家，一个大老爷们儿，2个媳妇儿，还有俩水灵灵的孩子，这日子过得多敞亮啊。当然也有些那爱嚼舌头的，在背后嘀嘀咕咕，你说说，凭什么好事儿都让宗家给摊上了？这命也太好了吧。可宗子美他们谁也不在乎，反正这日子是自个儿过的，只要一家人和和气气，比什么都强。有这么一宿，宗子美忽然问嫦娥，那语气是又好奇又小心，娘子，我这心里头总有个事儿想不明白。那天在西山，那帮天兵不是来接你回天宫的吗？怎么后来你又跟我回来了？嫦娥叹了口气，那声像那吹散的烟儿似的，你这傻小子，那天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。我心疼的跟那给刀子扎了似的，就跟那些个天兵求了个情，说我第2天就跟他们回去，他们这才答应的。宗子美一听更糊涂了，那怎么到现在你还在我这儿？你这傻子，天上1天，人间100年。我跟他们说好了，等你100年之后我再回去。这么一来，咱们俩不就能一辈子都在一块儿了吗？宗子美一听，那脑袋嗡的一下，就跟那给人捅破了窗户纸似的，全明白了。她紧紧地抱住嫦娥，那声音都带着哭腔，我的天爷爷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就这么着，又过了一段日子。宗子美心里头虽然美滋滋的，但又有些不安。这天晚上，她忍不住问道，娘子，咱们这么过下去，老天爷会不会有意见啊？嫦娥正低头给孩子缝衣裳呢，头都没抬，咱们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好好过日子，老天爷会有什么意见？叮当在一旁插嘴，那语气是又轻快又随意，就是啊，宗哥哥，你想那么多干嘛？宗子美笑了，也就不再多想了。她心想，可不是吗？我这媳妇儿为了我，连天宫都不回去了，我还有什么好发愁的？人活一辈子，能有个温暖的家，有爱自个儿的人，那还图个什么呢？窗户外头那月亮啊，还是那个月亮。可对宗子美来说，她再也不是那高高在上、遥不可及的月宫了。
它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月亮，照着普普通通的人家，过着普普通通可又踏踏实实的日子，这就够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次再相会。别走开，主题曲马上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同样爱听故事的朋友们。